万没想到，印度又开始挖中国制造业根基了。为啥说是挖呢？根据路透社的消息，印度塔塔公司已经准备收购和硕公司在印度工厂60%的股份，正式成为这家公司的大股东。要知道，和硕可是苹果全球4大 iPhone 生产厂，他们在印度的体量非常大，不仅有上万名员工，而且产业链非常齐全，每年可以生产超过500万台的 iPhone。收购了和硕后，塔塔公司将正式坐稳苹果全球第5大手机生产商。为什么是坐稳呢？因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收购手机制造厂了。早在去年，塔塔公司就已经对中国企业下手了。他们以1亿多美元的骨折价收购了伟创公司在印度的工厂。这次收购让塔塔公司具备了独立生产 iPhone 的能力。如果再顺利收购和硕，那么塔塔公司就是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主要制造商了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小伙伴们可能不知道啊，前2年塔塔公司还只是弱鸡一样的存在，要技术没技术，要产业链没产业链，甚至他们连组装手机都做不好，85%的零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，而且生产之后还要送到中国做最后的测试。说白了，它就是寄生在中国手机产业链上。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数不胜数，只要稍微有点规模的企业都可以做。现在仅仅2年时间，他们除了产业链还不齐全外，其他的已经快和中国企业平起平坐了。就这还没算上三星等韩国手机厂商，2017年三星就带着上游产业链过去了。答案就一个字：挖。挖企业，挖产业，挖根基。挖坑好理解啊，就是利用印度的空白市场，将其他企业骗进来。方法呢也简单。2014年，印度弄了一个印度制造计划，想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政策，结果呢没学到精髓。咱们国家是靠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来挣钱，印度呢则是半强迫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给你搞一个高额壁垒关税，将部分商品的关税提高到40%，甚至100%。比如进口手机的关税和服务税就高达40%，汽车的更多，甚至能达到100%。原本一部3000元的国产手机，到了印度就变成了4200元，一辆15万的电动车售价起码杀到30万了。印度穷人那么多，哪里买得起这么贵的手机和汽车？你想要挣我钱，那就带着资金和技术过来建厂吧。只要建厂，税收直接减少1半以上。要知道，有些企业的全年利润都只有几个点，这相差几10个点，哪家企业不心动啊？于是啊，很多企业就屁颠的跑进来，挖完坑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挖外企的根基了。你想呐，企业过来建厂是要盈利的，但是很多外企进来后就傻眼了。印度这地方是真不行啊，要交通没交通，要水电没水电，找一堆工人吧，他们没文化还死犟。外企在印度轰轰烈烈干了好几年，回头一看是真的不挣钱呐。按照我们国家的做法，不挣钱那就关工厂走人，天经地义。但是到了印度，抱歉，一个也别想走。既然不能通过正规途径发展产业链，那我就干脆抢呗。于是啊，骚操作就来了。他们一会儿给你闹罢工，一会儿给你打砸抢，再一会儿查你环保、查污水和财务。总之就是印度挣钱1分也别想跑。伟创就是这么被搞走的。他们工厂在1年的时间里遭遇了工人罢工、查环保、查污染，甚至直接取消了生产资格。伟创被搞得焦头烂额，一狠心直接把它给卖了。印度顿时乐了，能讲为什么要花时间花精力培养呢？然后你就会看到，他们一会儿对小米罚款，一会儿对 OPPO 罚款，一会儿再收购和硕，一场大型围猎就此开始了。中国企业可以放弃印度工厂，但是他们的产业链培养的工程师和技术却走不了，这些产业链就成了印度手机制造业的班底。如今的印度已经可以生产三星的高端机、苹果高端机，虽然还有部分产业链没有完善，但是已经有了苗头，甚至三星的上游产业链也在印度建厂了。这些手机产业链就是中国制造崛起和走向世界的根基。2017年，印度又将手伸向了电动车，邀请中国企业将电池、电驱等核心技术搬到印度。如果不吸取教训，难保我们的电动车产业链也会被挖了根基。